在我小学时，我被这些假小子们疯狂欺负蹂躏，但如今步入高中，他们居然对我展开了绝对恋爱攻势，三人都准备不顾一切的争夺我。小的时候，他家附近总有3个跟自己年纪差不多大的孩子频频欺负着他，因为男主下周就要搬家了，所以趁着这个机会，3个家伙又齐头并进，好好的欺负了一下太郎。至于如何欺负嘛，3日月经代表着 power， 农月香叶代表着唱跳 rap， 最后一个满月时雨堕落天才，力气运动游戏样样都比不过的男主，怎么能受这憋屈之气？但仍有一缕阳光照射着男主。一个叫水树的姐姐连忙制止了他们3个人的霸凌行为，可是男主自尊心非常的强，输了就是输了，每次都会有水树姐姐的帮忙，使得他更加难堪。所以为了挽回自己的尊严，太郎逃跑之时回头对着这3个家伙发誓，总有一天他会变强到一击就能打败他们。一晃好多年过去了，他嘴里不停唠叨着一定会复仇。此日老师看不下去了，还在中二吗少年？谢谢，请不要过多在意。作为转校生，太郎可是满分入学的，同时他做足了准备，让他们为曾经的霸凌而后悔。走出办公室的太郎思考着，那3个家伙就在这所高中，而5年前在各种比试中被他们摧残到体无完肤的自己，我一定要加倍奉还。无论是运动还是学识都变强的太郎，他不停地在走廊间寻找着那些5年未见的小鬼们，但这时一只手从他的背后冒出，并疯狂戳着他细嫩的脸蛋。正值娇美年纪的女生早已认出了太郎就是那位转校生，看到娜妹的出现，男主满脸羞红。人家从老师那里听说转校真的厉害，女生好一顿称赞。喂，你刚才还高能处变不惊的神态呢？之后太郎便要求他带路，但人家尤为的主动，男主只能启动春心荡漾的想法。难道他对我一见钟情？就在自己的那只手臂感受着十分温柔的触感时，怎么有股硬邦邦的感觉？于是女孩想起了自己忘记换掉衬衫了。原来这位女孩有着多少男孩梦寐以求的腹肌，被漂亮女孩拉住很难不被其他男孩注意到。从他们口中得知，眼前的女孩曾拒绝过5个人，但当他们说到这位外表秀色可餐、楚楚动人的女子居然会在全国摔跤大赛上获得冠军时，太郎恍然大悟，5年前那个短发小子。他毫不犹豫地问到对方：“你就是那个摔跤少年吗？”看女孩瞬间没了乐子的表情，男主不由得一惊，曾经的猛男没想到居然是个美少女。太郎一惊一乍，质问到对方为何不告诉我你是女孩子啊？但还有2位更加震撼着他的瞳孔，唱跳 rap 加上堕落天才，他们全都是女生啊！美若天仙的模样无不震撼着男主的神经。3个不就更好了吗？而男主的反应却是好歹其中有个男孩子吧。意识到自己被耍了，他跪在地上再次复刻起曾经的无能狂怒。不料此时3位女生忽然性情大变，原来大家都是想隐瞒自己是女生，最后再让男主春心萌动。现在3个人的友情不复存在，他们都妄想将太郎变成自己的男人。男主浑然不知这几个人的想法，咋还内讧起来了？不过在他们争论之时，一位老师走来制止了这一切，同时他还跟太郎打起了招呼。因为过分的帅气，很多女生都喜欢这位体育 CC， 可在太郎的印象中，自己完全不记得有个帅哥老师他认得啊。但随后老师摸着太郎的额头，他解释着自己就是那个5年前一直出手保护他的水树姐姐。太郎的神经再一次紧绷，虽然老师说当时自己比较喜欢女装，但太郎发出这辈子最无奈的叫声，青春的幻灭就此磨灭。对我那么好的姐姐怎么是个男的啊？喜欢欺负男主的3个女生却在暗自窃喜，如此一来就少了个竞争对手了。水树老师特意警告了这3个女生，又想欺负太郎吗？但女生们觉得自己从来没做过这种事情。原来所谓的欺负并不是真正的欺负。在这3位少女的眼中，堕落天才满月时雨在小学时期，他邀请太郎去他家里玩格斗游戏，然而2人每一把的对战时雨手段极其残忍，总会使用出男主无法破解的招数。每次在太郎的游戏角色就要被踢出场外时，又故意停手，以此来不断享受着太郎每一次的惨叫声。可恶啊！每当看到太郎既无奈又痛苦的样子，我们的时雨就会忍不住邪魅的笑起来。啊啦，向我发起挑战就是这样的结果。而当现在一说起这个，时雨的身子就会扭扭捏捏，因为他就喜欢看太郎输掉比赛时可爱的样子，一旦沉迷便无法自拔。水树老师让其好好的反省一下，别太腹黑了。另外2个女生幸灾乐祸之时，就你2个也好不到哪里去。当年运动奇才3月日经邀请太郎去他家里比试摔跤，然后他每一次都能通过这种惩罚的方式，用绝对的力量跟其缠绵感受着男孩子的身体构造。农月香叶则更加直接，跟太郎比试自己炉火纯青的篮球。惩罚嘛，就是没投进球就得脱一件衣服。水树老师将他们的光荣事迹一并说了出来。3日首当其冲，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他百口莫辩，只是一时心血来潮就想着摸摸看而已。香叶更是直接，他对太郎的肉体非常的感兴趣，这不就是动物的本能吗？水树老师当然是不相信他们的一面之词，最后他警告3个人都不得再去欺负伤害太郎。可恰巧男主经过听到了这句话，他揣着裤兜走进教室。此时的他否定了3个女孩的霸凌行为，在其他人的眼中可能是，但作为事件当事人，太郎觉得这一切都是输掉比试而应当受到的惩罚。3个女孩听到自己喜欢的人这样子的回答与理解，很是开心。可太郎等待这一刻许久，突然他说道：“我今后必须向你们发起挑战，不管是摔跤、篮球、游戏、唱跳、rap 等等，我都要跟你们一决高下。”输掉的一方自然要接受惩罚。3日特别诧异啊，还要在这种小时候的惩罚游戏，少啰嗦！为了血洗5年前的耻辱，太郎磨练许久，无论是恶搞、脱掉还是缠绵，他们曾试过的惩罚，男主发誓也要亲自
常识一般啊！这对这些女孩子们应该不是惩罚，而是奖励吧？三人迫不及待，事不宜迟，赶紧一战雌雄。然而太郎却拒绝了，因为他约好了要跟喜欢的人视频通话。三个女孩子的内心在此刻受到沉重的打击，她们难以置信太郎居然有了喜欢的人。那是一个在东京互联网邂逅的故事。虽说以前对某个保护自己的姐姐有过憧憬与幻想，但现在就随着性别的深知而消失吧。同时也因为那个网上女孩子曾说过是男人就要怼回去，所以男主才会重新找到他们并开始复仇。太郎斗志昂扬，在跟他们一番宣战后也是背起书包离开了，明天再一战雌雄吧。水树老师慌张的追上去，你玩不过他们啊！与此同时备受打击的三位女孩，可怜的失恋的感觉吗？三人绝对都能视频对话了，那跟情侣没啥差别了。11月后悔着当初的恶作剧，现在却还想要获得人家的喜欢，太可笑了。但此日唱跳 rap 香叶，他居然脱掉背带脱掉上衣，从容不变的他想着尽可能在外观穿着上多引起一下太郎的注意。三人无法理解男主已经有了喜欢的人了，虽然这无疑是最为沉重的打击，但香叶却认为只是喜欢还未曾到达情侣的关系，所以他必须让太郎回心转意，在还没有确立关系之前，他要让对方喜欢上自己，因为他觉得自己对人家的喜欢远超任何一个人。这句话旁敲侧听，让石宇跟三日恍然大悟，一切还未尘埃落定，但此日他们更加否定了香叶，自己才是更喜欢男主的那个人。他们要在高中3年之内拿下男主。另一边离开的男主一直被水树老师穷追不舍，当初憧憬的大姐姐没想到是个男的，无疑让男主也感受到了欺骗。错，お姉さんは还没有跟你表明我就是男的吧？啊！太郎疑惑之际，脑袋又幻想起青春时期的美好幻想，但他恢复理性并再次声称自己已经有了喜欢的人了。水树老师也很诧异，那个女孩究竟是谁？西嘎达奈呀，那个女孩呀，拥有可爱的猫耳，还是每一个人心中的班长，更是从魔界过来的猫的女儿。什么？你在说什么？太郎掏出手机向老师展示，那就是虚拟霓虹活动的 VTuber。现实当中有3个喜欢自己的女生，自己却遨游在 V 圈里并说着我在跟人家视频对话，不愧是跨越次元的你，太郎。雌雄之战也就此拉开帷幕了。而咱们今天就得细说一下 CTRL 篮球天才少女香叶。相比于另外喜欢男主的2位女孩，她的气质显得更加突出，除去外表身材容貌的完美无缺，硬件方面更是超前拔速，无与伦比，再给点机会都能当上 NBA 篮球大使了。可见出现在走廊间的她，总能让其他的同学们化身为村口的婆婆们不断议论着世界上几乎不存在的完美少女，还是家业腰缠万贯月见财阀的千金大小姐。试问哪个男孩不想跟她交往？也只有看杯的男主了。不然此时学生会会长叫到香叶的名字，身为副会长，香叶在前些日子学生大会的主持工作上做的是相当完美，干得不错呢。香叶不愧是预练了下届会长的人。但香叶对于会长的夸赞只是谦虚的敷衍了一下。分内的事嘛，两人在走廊间的碰撞又使得8位女孩们坐不住了。那帅气的会长还有冰清玉洁的副会长，但旁边的同学们都发现了香叶面对这种级别的帅哥还依旧雷打不动，面无表情，又不是什么隔壁学生会 CP 傲娇户。忽然间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男主太郎他带着篮球冒了出来，香叶来跟我进行篮球对战吧。刚才还从容不变的副会长面对太郎的决斗邀请，他这一座冰山瞬间融化。小太郎仿佛又回到了小的时候，双方进行投球比试，和以前一样拥有野蛮性的规则，投不进球的那个人就得脱一件衣服，以此类推，直到旁人都嘀咕着太郎居然敢跟副会长搭讪，甚至还提出什么下流鄙视，但他们殊不知那恶趣味的规则可是眼前这位少女定的啊。太郎在说完后便离开了，可不要逃跑啊。会长紧随其后非常绅士的说道，香叶别理会那家伙。可此时人家却满脸开心，已然回忆起曾经还是假小子如何戏耍，让自己心中的小太郎将衣服一件件的脱下来。什么？会长难以置信，传说中的香叶居然是会笑的。为了这场比赛，香叶是马上去将手头的工作全部收拾完。当放学铃响起后，太郎和香叶来到学校的篮球室内场，通过香叶动用自己学生会的特权，他们才得以获得这种场地比试。香叶，你准备好了吗？把你拖得一干二净。随后只见香叶分外自信，还没比试，他就脱掉了自己的一件外套。当年他可是一场都未曾输过，可事到一变，太郎输成中分头，同时手指上转动着2颗篮球，他可是练习了长达2个2年半，切，太逊了。香叶不以为然，你赢不了我的。于是两人开始确定比赛胜利的要求，只要谁率先取得30分，谁就是赢家。而如果投进3分球，对方就必须得脱掉一件衣服，输掉比赛的一方将服从赢家任何命令。那么就开始吧。前刻前香叶从背后运球，让太郎彻底蒙圈，我才刚说坏。随即香叶一跃而起，将球抛向球框。此时太郎仍未反应过来，身体没有做出任何举动就被单防住，球进了。太郎摆出不可思议的表情，这家伙居然还和当年一样强大，但也即将轮到自己投球了。不过在此之前，香叶让其赶紧把3分球的衣服给脱了。就这样，男主不情不愿地将自己的外套给脱了下来，而香叶就喜欢这种强扭的姿
滋味。他靠近太郎身前仔细审阅着，从脸部再到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只有看见男主，他才能理解男孩子的荷尔蒙。那么接下来就是太郎大展身手的时刻了，看看这2年半的磨练是否有所成果。面对香叶的防守，太郎开始疯狂拉扯，像是某位故乡的现役篮球大使。忽然他一个假装佯攻，就在香叶即将触碰篮球的一瞬间，太郎回手一个后跃跳，将球完美的送进了球框。这还是至今为止男主第一次小胜，并直接开始阴阳怪气了起来。啊啦，但这也才刚刚开始而已。香叶也略微有点惊讶，小太郎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强。其实这个男人天赋也非常高，只不过香叶他们这些女孩是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才能戏耍对方。喂，香叶要遵守规则哦。可惜当初的恶趣味看不出自己的目的性，所以既然到了现在，他慢慢松开纽扣，这绝对不是单纯的比赛胜负。只见香叶将自己的衬衣拨开，一场将男主攻陷下来的比赛也正式开始了。这一仗王炸让男主猝不及防，他看见这种场景满脸通红，根本无法集中精神。这可是香叶他们家族的常胜手段，还是家规之一。妈的，这里可是学校，不能肆意妄为啊，香叶。但实不相瞒，香叶说道，这个学校就是他父亲旗下的，无论怎样，他最后都会成为学生会会长，所有的权力全部都掌控在他手上。总而言之，现在他就等于校规，你跑不掉的太郎。同时为了等待这场比赛的到来，香叶做足准备，每天试穿各种款式的内衣，只为了让太郎沦陷。于是又到了香叶真正进攻的时刻了，忽然要同时面对3颗晃晃悠悠的球，男主能否 hold 得住？但单看外表上，太郎已经把持不住了，毕竟香叶抛下一切修饰，男主的春心已然热火朝天啊。我们无法否认香叶恋爱进攻的强度，漫画中3次元里的现实完美少女，而她能否打动让太郎不再看互联网上的 V？ 好的，那么现在比分已经来到了26-20，香叶又一个完美的3分球，可恶，太郎怎么能就此服输？他果断脱下了自己上身仅剩下的一件 T 恤。哦，狼狈不堪的小太郎看着真不错呢。太郎抱怨着女孩耍流氓，他口出狂言，我马上也要投进3分球了。早说嘛，只要你进了，香叶表示自己迟早都得脱，快停下来。于是两人又继续进行激情的篮球比试，但太郎每一次想要越过香叶，就必须会有身体的接触，乱了阵脚的太郎直接一个滑铲倒地。什么？男主误打误撞投进了个2分球，呀的！不，这应该是3分球。香叶居然还想主动脱，但男主坚贞不移，于是两人开始分析刚才的球是否属于3分。你看地面这个痕迹，太郎里一定是3分。男主无法理解香叶，你为什么要总往自己不利的方式去评判呀？所以香叶立刻脱掉了另一件，他甚至感觉不到一丁点羞耻。比赛也即将接近尾声，把持不住太郎不停催促快点，于是香叶一个出其不意，侧身轻松躲过了太郎的防守。身体本能反应的男主突然一只手朝着香叶那边抓过去。男主，你抓错球了呀！对不起。太郎急忙道歉，香叶却不以为然，强装镇定的表示这是自己预想之类的事情。可下一刻，香叶再也忍不住，他极度羞耻，脸色红温。此时他后知后觉，自己原来不是没有羞耻心，只是在真正的接触上才会触发自己的羞耻心，而且还是被自己喜欢的人触摸。他感觉快要撑不住了，这可对往后的自己不利呀。突然，你们在干什么呢？学生会长听见动静，啪的一下，很快啊，就走到两人面前。会长还挺在意之前男主给香叶提出的决斗呀，巴里如自己所想的，会长一本言辞指责太郎，你这个不良少年，看看把副会长逼到什么地步了。喂，不是我主动要求他脱的。哼，会长可不信，一心想要保护女性的他频频抨击着男主的无耻，你这个渣男。当香叶想要制止的时候，真没意思啊，那回家吧。太郎不顾香叶的挽留，准备离开此处，而同时会长也是自以为是的得理不饶人，垃圾，也不知道副会长是你这种人家高攀得起的吗？香叶听到自己喜欢的人被他如此冤枉侮辱，他非常狰狞的看向会长，敢污蔑我的小太郎。会长显然不知两人的关系与过去，而与此同时，太郎回头挥手，比赛好像没完呢。忽然间，太郎一跃而起，跨越大半个篮球场，他这一球完美的入框，八个。男主傻笑着并嘲讽着香叶，大意了吧？这一球成功投进就跟香叶同分了。女主一脸诧异，又惊喜又意外。这场比赛的结果以平局收尾，男主呢也准备离开这儿了。香叶，下一次我一定会把你打得落花流水。在这挥洒汗血的篮球场上，忽然间，香叶回想起小的时候，在公园里，他一遍遍的虐着不服输的小太郎，就这样不亦乐乎了好久。但作为家业背景腰缠万贯的长女，她的父亲终止了他一切的玩耍与快乐。香叶还在这干什么呢？我给你报的补习班怎么没有提前1小时到？虽然周围的孩子很是羡慕香叶的家庭，但无形间也在避嫌对方，不要跟那家伙玩。听到这些话的他格外的难受。喂，此时一只手抓住了香叶的袖子，唯独这个小太郎不在意那些身外之物，他特别不服气，下次再跟我进行比试。香叶当时惊讶的表情和现在一样，哪个小屁孩怎么还上身赤裸，甚至还口出狂言要将我家女儿脱的一丝不挂。回忆往事，而如今香叶，他怦然大笑，说着真的一切都还没变过。
阔，所以他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目标，赌上一切都得将小太郎得到手。忽然他也意识到还有一件事忘了，香叶急忙的跑出来并叫到男主：哟，怎么了香叶，不甘心吗？由于太郎最后投进了那个三分球，现在香叶就得履行规则，他说时迟那时快，立刻脱下这一件。住手啊香叶！对面迎面走来你让我如此蠢蠢欲动的女孩，这种感觉我从未有过。之后我有这奇怪比赛的女孩香叶，在上次太郎经过和香叶的搓球脱衣比赛后，最终以平局和会长的闯入草草收尾。斯卡西没想到香叶在此之前准备的非常充分，他把比赛时小太郎的身姿用先前安放好的摄像头拍的那是一览无遗，甚至还免费提供给另外2位假小子石宇和3日观看。两人十分得意，同时也目不转睛地看着手机里的画面。计划得逞，香叶沾沾自喜，在你们没有行动之前，我就已经开始炫耀结果了。baby，3日告诉对方不要高兴得太早，同时他还想煽动石宇这家伙赶紧表示一下。不料对于这份他们独爱的手机资料，石宇却显得格外不感兴趣。啊，也没什么吧。这样一脸索然无味的样子，让3日和香叶感到诧异，怎么已经有人开始摆烂了？其实到目前为止，石宇对太郎的想法从外表上看着都十分冷淡。从以往相处的经历来看，香叶认为这很符合石宇这家伙的性格，从不表露自己的感情。同时他莫名其妙捂住了小嘴。但话说回来，香叶总结了昨天的战果和感受，他觉得自己才是最喜欢太郎的那个女孩。那同为竞争对手的3日怎么能让其争夺第一？在两人即将再次展开辩论时，突然旁边的操场上传来一阵痛苦的叫声，是太郎踢球时扭伤了脚。你没事吧？太郎有点不理解，明明在网上看见吉南跑能把人家李玲踹开线了，自己却使不出那样的速度，最后也只好被同学背去了保健室。3个女孩听到这个消息，机会不就来了吗？于是乎他们默不作声，各怀鬼胎。但3人如出一辙，都来到了保健室的门口。哦，原来你们2个也想来看太郎啊？哈，你不跟我一样吗？我才是最担心太郎的人。此次行动大家都想独占这一刻的太郎，3日就从穿着上下了功夫。只见他秀出自己的马甲线和腹肌，你怎么弄成这样？哼，学校也没规定不准穿成这样吧？但香叶才是最舍得放福利的那个，他这次可是穿上了运动短裤衩。两少女可谓是花了不少心思，以至于忘记节操。然而石宇却对这些毫不感兴趣，你们只会困扰太郎的。吐槽完后，他也准备直接进入房间内。等会儿，只见香叶一把控制住石宇，穿得这么保守，指不定藏了什么大招。两人一拍即合，准备搜石宇的身，拉链一开，结果什么大风大浪都没有。什么？原来就是个普通的体操服啊！哼，别把我跟你们混为一谈。由于石宇从前至今一直没什么动作，让香叶觉得很奇怪。你真的喜欢小太郎吗？而石宇一脸不屑，这不肯定的嘛。相比于这2位女孩，石宇就显得有点摆烂了，是放不下羞耻心，还是完全没当回事？从物理上，石宇承认确实比不过他们。嗨，这样子的公式确实对你有点过于苛刻了。然而此时的石宇紧握双拳，别开玩笑啦，你们根本就不懂。为了争夺太郎，石宇终于受不了了，他大声说道：你们2个渣渣，我可是每天都把这家伙当成鹿料啊！羞耻程度远超他俩。石宇认为眼前2个女孩也会做这样的事情，而且在前面看到香叶保存太郎的相片和视频，他捂住嘴就是想要把这个当成那个，懂的都懂。然而香叶却表示自己可从未这么做过一次，甚至3日都不明白鹿料这个词的意思。喂，你在脸红什么？同时他们也后知后觉，石宇真是个闷骚的家伙。小时候总不见他。なるほど，3日，今天是我们输给这个家伙了。那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外面好吵哟，太郎，你怎么还在没日没夜的盯着你的手机里的女友呀？开玩笑，这可是我的意中人好吗？面对手机里的 VTuber， 太郎深深陶醉在其中，乐此不疲，甚至还跟旁边的同学诉说起自己对他的爱有多深。就算相隔千里，自己对于往后相见时的期待依旧保持着炽热的心。好在旁边的基友还算清醒的，你这家伙只是单推就把人家彻底当成自己的异地恋女友啊！而此时2人的对话也被不远处的3日听见，于是3日就跟另外2位同为竞争对手的少女开始探讨起来，那个小太郎的意中人究竟是个怎样的家伙？目前他们只知道太郎跟他的意中人是在东京相遇的。问一下体育 CC 不就好了吗？但在恋爱时越是想摸清对方的底细，就越是琢磨不透。所以呢，为了不让那个意中人其实就是所谓的 VTuber 更快的先入为主，3个女孩就打算相互协助，使出各自的本领，解开意中人的面纱。后来课间太郎玩着音游，突然石宇这个闯入，他的强行搭讪让太郎十分反感。让我看看你在玩什么游戏，只是音游罢了。好在石宇依旧保持着十分自然的姿态，慢慢接近太郎。旁边偷看的2个女生觉得机会就快了。作为游戏天才少女，石宇把握住这个话题的延续，原来是这款游戏啊！最近我也在玩，太郎喜欢也是因为自己意中人推荐给他的。听到这3个字的石宇顿时神情骤变，意中人啊！语气里强调着自己的醋意与愤怒，但太郎却像个呆头娃，不停碎碎念该给游戏里买什么装备，根本没注意到旁边女孩的神态。突然石宇一把夺过男主的手，为了证明自己，石宇选出难度最高的音乐开始发泄情绪，这极致的手速与 BGM 的贴合让太郎十分震惊。不到一会儿，天才游戏少女就把自己的强大展现得淋漓尽致。怎么样，是不是比你的意中人厉害的
多了啊，确实，但也没什么吧。见太郎毫不在意的神情，此时石宇铁脸开大，所以你以后应该关注的是我，而不是他。别忘记了，你小时候在我家跟我一起玩游戏的时候，我真的和当初一样超勇的好不好？结果呢，则是什么情报都没有掌握到。说着说着，突然就红温上头，可打听不到什么。所以呢，作为最为冷静的篮球少女香叶便开始了自己的计划。又一个课间，香叶走向太郎的桌前，喂，小太郎，跟我谈谈恋爱的话题。什么？不要。开门见山也让在外头的两个女孩觉得没啥戏了。这时香叶毫不墨迹地问道：太郎的那个意中人，哼，收上。既然这个方法行不通，那就来金匠法。只见香叶端来椅子坐下，并死死盯着男主的眼睛。他说着自己的意中人是个讨厌失败且努力的傻傻少年。不在意羞耻心的他立刻反问到太郎，就算这样都不敢说吗？于是太郎说起自己的意中人，那个女孩只要笑起来我都觉得好甜，感觉像被治愈了一样。问着问着，这时的香叶也不冷静了，他表示自己也可以做到那样的笑容。醋意爆棚的他忍不了一点儿，直接掏出大招。还有一点，你那个意中人绝对比不了我的欧。而且香叶也注意到这个小子每隔6秒就会盯着自己那2个篮球看，怎么可能？结果呢，也是和石宇一样，什么都没有问到。看戏的石宇也发现这家伙和自己一样，在关键的时候动力炉就痛了起来。那了不得，原来是嫉妒心的原因啊！看着这两人的前车之鉴，三日则有了十足的把握。谈话就交给我吧，你们3姐妹可是去拜访卧龙是吧？随后又一个课间，三日在走廊拽着太郎就是一路小跑。喂，别靠那么近。到没什么人的地方后，面对三日突如其来的靠近与关心，太郎觉得事出反常必有妖，少捉弄我了。此时三日居然很自然的切换话题，要是多整理一下外表，兴许还会引起你意中人的注意啊，太郎。一说到这儿，太郎的反击就显得那么无力。三日乘胜追击，表示自己尽可能会去帮助他。太郎就此中招了，他毫不忌讳的说道：当时在东京的日子，陌生的环境跟那些同学们格格不入，时刻抱有上进心的他总觉得自己跟这些差不多就得了的家伙不能打成一片，一直独来独往，直到在某个日子他看到了自己的意中人，太郎就此深深陶醉在其中无法自拔。也正是那个女孩会把一些看起来傻傻的事情也会理所应当的去完成，使其产生的共鸣。太郎我完全是一见钟情了，但这样的对话压根让三日无法了解那个女孩其实是 VTuber， 甚至这只是男主的单相思而已，你推就推嘛，干嘛说的这么深情呢？而这也使得三日久久无法平静，居然喜欢到这种程度了。最后一位大将也以失败告终，怎么还哭起来了？就在两人安慰着三日的时候，忽然一只手推开大门，哼，果然是你们3个串通好的。太郎早已看清一切，并走向前说道：你们真是棘手的家伙啊！而太郎这小子的脑子也是清新脱俗，你们就是想偷取情报来嘲笑我是傻子对吧？那你们也应该公开你们的意中人，让我也来好好的嘲笑你们。垃圾啊，一定要丢进垃圾桶里面。3位女孩头一次有了想捣鼓他的眼神，太郎你这家伙真是油盐不进啊！3个女孩铁脸开大，你还在那幻想着自己和 VTuber 见面的场景，甚至还觉得自己坚贞不移很帅呢。3位少女之一的满月石宇是个堕落天才，今非昔比，他已经是一个在互联网上很火爆的主播，不管面对什么难度的游戏，他都能沉着冷静的通关。大家也十分好奇口罩之下他真正的美丽容貌。好了，今天的直播也就到这里了。由于结束的太早，弹幕都纷纷刷起了别走，还想再多看看。而石宇也是直言不讳，今天有男朋友要来，晚上还要处理一些事情。弹幕们略显惊讶，还以为是主播故意的玩笑之词。石宇关闭了直播，在网上他虽然露脸，但却一直保持着神秘感，甚至有人语出惊人，是不是小男娘啊？这时他从柜子里拿出了一条丁字裤，因为小太郎要来，为此石宇特意准备穿上它。毕竟之前香叶跟我打球时，人家千金大小姐也不惜穿上了 LE 的衣服，所以石宇他的恋爱手段也得更加强势点。现在石宇虽然嘴上说了不情愿，好像hen胎呀，但他还是脱下裙子准备换上。终于小太郎来到石宇家门口，喂，我说你这公寓未免也太大了吧？在石宇的带领下，我来到了他的房间，又一次和他比拼游戏。哼，这一次我可不会输，毕竟小时候一直在被石宇虐啊，所以今天我直接口出狂言，我可是每天都在好好训练啊，等着输吧。而哪一方输的话就要受到惩罚，必须倒立着跳舞。可5分钟后，毫无意外的那个倒立的家伙仍然是我。石宇趁此机会疯狂的拍照，可是与其说是来玩游戏的，其实就是让石宇蹂躏的宠物日。而接下来每一次惩罚都变得十分变态，这一次是脱衣服跳舞，这一次就是被石宇踩在脚底下不得动弹。拿着手机的石宇十分开心，奖励自己的视频又多了一份。在进行第10次游戏对战时，作为小太郎的我选择了另一个角色，最喜欢的攻击我已经放弃了。虽然石宇一直在告诉我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但在经过我的一顿手柄操作下，我竟然使出了石宇他意料之外的招数，一记跳跃爆扣成功将他给击败了。石宇难以置信，但终于成功了。我靠近他身前说道：你似乎大意了呢，当初就是用攻击从未一胜，让石宇误以为那是我的本命角色，竟然耍花招吗？石宇不服输，想要再来一把。不行，你得先接受我的惩罚环节。在石宇问到是什么惩罚时，那肯定是跟我一样啊，你去给我倒立着跳舞。经过我的一顿挑衅，石宇要不要扶你立起来呢？傲娇的石宇则表示才不需要你的帮忙呢。随即他很快起身开始做倒立姿势，但此时他的裙子因为重力的关系逐渐往下去，
去，自己所穿的黑胎内裤即将暴露。石宇最后还是用脚撑住了地面，还是太过羞耻了。看见石宇软弱无力的样子，我在他旁边开始了言语挑衅，怎么没法倒立了？那这样吧，你就按照现在的姿势给我跳舞吧。石宇无奈的扭动身子，而我则在他的旁边一直嘲讽，咋个被喜欢的人挑衅还穿着这种内衣舞动身子，石宇已经快要受不了了。喘着大气的他忽然朝自己的床奔去，结果脑袋一不小心撞到了床上的一些物品，全部掉了下来。我本想保护人家，结果差点扑到他身上。惊讶的石宇已经闭上眼准备接受阵舞展开了，但是此时我却发现了，不是，你这床上怎么还有我的照片啊？顿时石宇羞红了脸，一时间大脑空白，不知道如何应对。怎么照片上皱巴巴的，还有点湿啊？突然反应过来，石宇一把抢走了照片，他称自己只是假想演练，就是为了今天能够将我打得满地找牙。石宇的样子很奇怪，但他也不给我过多的思考，直接宣布了今天的游戏环节解散。在准备离开时，我还是忍不住多了一嘴，石宇住上了好的房子呢，想当初你家穷到连个游戏机都无法买啊。回想当初小时候的石宇，家里很穷，穿的衣服是哥哥不要的，短发也是父母随便剪的，搞得跟男孩子一样。上学大家都玩得乐此不疲，无法跟上话题的石宇只能在旁边默默看书。然而就在那时候，我出现了。喂，就你！我邀请石宇到我家去玩游戏机，而命运的齿轮也就此转动。石宇人生中第一次接触游戏是在我家，那种从未体验过的快乐，仿佛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一瞬间他就被俘获了，而我在旁边大声放笑，让他也知道了跟朋友一起的感觉。那段时光在石宇心中沉甸甸的，下一次再跟我雌雄对决吧。这时的石宇很羞涩的回应着我，下次一定他的初恋。之后石宇再次开启了直播，他头一次公开说出了自己和青梅竹马一起玩游戏的经历。玩游戏的时候老折腾身体了，虽然戴着口罩，但细心的弹幕发现了他的笑容。傲娇的石宇当然是回避，带着观众的意犹未尽，石宇下播了。不知道为什么直播并没有顺利关闭，大伙依旧能够看到镜头里的石宇。他在干嘛呢？只见石宇脱下口罩又去柜里翻了翻，他拿到照片坐在椅子上傻傻的嗤笑着，这张后续会更好使用吧。石宇越看越兴奋，结果回过神时，他发现直播并没有关闭，手忙脚乱他起身时还不小心漏了一波福利给弹幕看，什么 T 字形的胖子。在关播后，马虎的石宇殊不知网上会怎么传他的故事。三位少女之一的3日月经是力量的化身，很小的时候就以物理层面上击溃过我，但如今的她花容月貌，此时正在被一位陌生的男同学给告白，请和我交往吧。但是3日月很抱歉的表示自己对他没什么兴趣，而这是他今年拒绝过的第5位男孩了。就这样他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哥妹，我还有社团活动，这种帅哥都能被拒绝的吗？站在2楼吃瓜的女孩们很是好奇，其中一位女孩很不服输的说着，阿诺呢？我看见过3日月跟那些暴走族的家伙经常混在一起，其实他是那个被拒绝男孩的前任。此时他们又发现了3日月和我走到了一块，因为今天可是要和他进行摔跤比试啊。在我们抵达比赛场地后，我3日月都换了一身紧致的衣服，他还是跟以前一样，扬言要继续将我欺负的体无完肤。但是转校前我可是从大城市里专门学习过摔跤的课程，可不要小看我啊。在热身完后，3日月让一个略显年纪的老师当起了裁判，毕竟他是摔跤全国第一手，周围的女孩子们都认为这会将是一场血虐碾压。此时3日月散发着恐怖的气息，可别说啊小太郎，把我击倒证明你是个强大的男子汉。而规则就按跟摔跤规则一样，只要把对手的肩膀完全贴在地面，坚持1秒以上就算1分，拿到10分就算胜利。不过我却不要脸的说道，既然要来一场堂堂正正的对决，那么我只需要拿到2分就行了吧。听到这话的3日月和旁边的女孩都十分无语，我却仍坚持自己的态度，少啰嗦，我怎么可能跟身经百战的摔跤手拿同样的分数？但没办法，谁让我是人家的初恋呢？所以根据自己的实力结合，3日月答应了这个要求。不过他也说着惩罚游戏的话也必须跟以前一样，胜者可以对败者使用任何摔跤姿势，且败者不能做出任何反抗。小时候这家伙赢了之后就老喜欢压在我身上，而且每次被锁住后他总是一副很享受的样子。在比赛开始后，我和3日月立刻摆好战斗姿势，此时的3日月发现了我的改变，牢牢稳住重心，身体也跟以前一样灵活。在我们推拉不断试探时，突然3日月抱住我的大腿进攻，但是我的反应也十分迅速，立刻挣脱了他的扑击。趁此机会我立刻想要反攻，双手抓住3日月的身体，但是不愧是全球第一摔跤手，他直接接换发将我的攻击化解，并且我也狠狠地摔倒在地上，仅在15秒钟内就被人家拿了2分。我很是蒙圈，这也能翻？但是此时的3日月他似乎变得异常了，他满脸羞涩，心跳也疯狂加速，仅仅是因为触碰到了我紧致且活力的肉体，就这样了。刚才我用手抓住3日月腰的一瞬间，他就察觉到不对劲了，而且战斗中两人接触的距离也相当近。3日月那时不小心猛吸了一下我的气味，他就有点恍惚，眼冒金星，脑子变得麻木，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变得十分奇怪，一瞬间就解锁了他的性癖。看着发呆许久的3日月，喂，你怎么从刚刚开始就一直在无视我？觉得自己已经赢了吗？然而3日月却一本正经的回答我，他并没觉得自己能够完全赢得了我。察觉到异常的样子，我伸手触碰他的肩膀，你怎么脸红了？身体不舒服的话还是要说出来的，我可是要堂堂正正的赢下你的。但这时我的关心只会让3日月更加沦陷，他一脸吃香的看着我，随即他拍了拍自己的脸蛋，想要清醒一下，正比赛呢。当结束这段小插曲后，3日月调整心态，他可不会柔弱到因为身体的简单触碰而屈服。当他还在思考时，我的手已经
经触碰到人家了。忽然间他又变得面红耳赤，像是触碰到冰块，整个身子就软了下来。我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击倒了人家，拿下2分，获得了惩罚他的机会。不过此时3月只感到一阵燥热，被自己喜欢的人扑倒什么的，而且我还是一副像完事后的表情。本来他自己平常的对战都相当犀利，可现在只要跟我接触就会变得奇怪。当我发现3月并没有使用真正的实力后，喂，别敷衍了事了。既然你选择输的话，那么惩罚时间就要到了。而3月只想制止我，因为如果现在我扑在他身上做出胜利者的姿势的话，他身体里的汗水就要疯狂冒出来了。今天是我跟3月金的摔跤比试，他明明有着全国第一的实力，但在跟我摔跤的第一个回合，只是在身体上跟我有几次接触，他就发觉了不对劲，而没给3月更多的思考空间，他又在无意间闻到了我的体香，刹那间他整个身子竟软了下来，还会不断发出那种很奇怪的叫声。但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种侮辱，明明是要进行一场证明之战。3月，你再这样的话，我可是要对你做出惩罚了。在我靠近他身前时，他却更加面红耳赤，喘着大气说着拒绝的话语，但是我绝不因为他现在有这些奇怪的表现而停下我的惩罚行动。哎呀，不要看不要看，旁边观战的2位女孩看傻眼了。在我抓住他的手后，结果他又像是触电般回避，说着要让我放过他。不是3月，你能不能别发出这种奇怪的声音了？就算是撒娇也不行，现在他身体的敏感度已经超过3000倍了，这怎么还能让我用出锁技？但不管了，我直接一个被锁将3月狠狠的压在身下。大家不要误会啊，没有任何 A 落叶的行为，这是正常的摔跤惩罚。但此时面对我的强人所难，3月就像个香香软软的小蛋糕，任由我来摆姿势。终于旁边的女同学看不下去了，喂，你怎么能这样羞辱一个女孩子？你是个变态！不是，与其说是她在被羞辱，分明是乐在其中好吧？裁判老师都给看乐呵了。小太郎 get 漂亮，真的是3月，你别胡闹了。随即我扶起他，跟我来一场真正的对决吧。我知道你也想痛快的来干一场吧。由于离得太近，3月不小心再次闻到我的气味，他竟流鼻血了。但幸运的是，在流鼻血后，他的敏感度下降了。3月觉得不能就这样灰溜溜的输掉比赛，于是在第2局比拼开始后，我开始反复横跳，趁着3月还没反应过来，我瞬间冲向他，使用跟他一样的招数飞扑过来。但是3月毕竟身经百战，这种招数他接过的次数不计其数，直接硬锁住我的身体。但我利用惯性使得3月必须要使用爆摔，害怕心上人出现什么闪失，他开始收力，担心我的脑袋会朝地。当众人都在为我而感到担忧时，我直接一个空中360度旋转，强行让双脚先行落地。觉得自己会赢，居然还有空来关心我。为了让3月毫无顾忌的面对我，我再一次冲向他，抱住他的大腿。我也要用真本事让你兴奋起来了。我直接一个全力出击，3月就这样被推出了场外。哈哈，只要再拿下1分，我就能多惩罚你一次了。小伙子，你还挺厉害的呢。然而3月现在的气场却与刚才截然相反。哥妹，我之前一直都没有使用全力，还是跟以前一样，你会让我如此兴奋。此时3月扎好头发，他也彻底的清醒了过来。不愧是我的心上人啊，这才对嘛。3月，让我们来一场劲爆刺激的战。没想到3月竟然这么厉害，我输得彻头彻尾，在他的全胜姿态下，我毫无胜算，1分都拿不到。又轮到我被惩罚了，而3月内心想着，果然是自己的心上人，让他一刻都不敢松懈。但同时我也问向他，3月你为什么将头发留长了？作为摔跤手，每次使用全力前都会很麻烦。只见3月性情大变，他很生气，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突然间生气。行了行了，等会儿还要去体育馆做惩罚游戏呢。3月抢先一步离开了，真是的，这么着急。与此同时，之前污蔑3月的那个学姐来了，她看我跟3月的关系很熟啊，于是她又开始污蔑暗恋我的家伙。你不知道，3月他可是跟好多男人一起玩过呢。那边3月正好在找自己的发绳，正准备回来时，恰巧看见了我跟那些学姐正在对话，随后他躲在旁边打听着。而那个学姐也是狠啊，一个劲的说着3月的坏话。我可是看见他放学后跟那些地痞流氓一起坐摩托车离开了呢。他还好心的提醒我，如果跟3月交往的话，慎重考虑。其实那些所谓的黑帮家伙是3月的姐姐们，不是你家怎么全是假小子啊？因为3月家都是玩摔跤的，所以留短发看起来酷酷的都是很正常的啦。虽然3月很想上前反驳学姐，但是此时他更想听一听我的回答。俗话说，当面夸和背面骂是有很大差异的。可现在我的注意力只在这个学姐的刘海上，你怎么插了个 WiFi 啊？他们刚才说的那些话，其实我压根没听进去多少。我对你们的话题并不感冒。那家伙跟男人一起玩，我也没有兴趣。我本来只是想要打败他，跟谁交往都无关紧要吧。学姐一听，以为我对3月没什么意思。得逞后，她觉得那才好，那才好。在旁听到这一切的3月感到一阵失落，自己对小太郎来说竟然是可有可无的存在吗？在他心情跌到谷底时，我并不是对金没兴趣，而是对于你们所说的谎言没兴趣，直接走了一波过山车圆了回来。我可不会听信你们那些脑内幻想，因为如果他跟那些男人玩都能被忽悠的话，我怎么可能被他揍得体无完肤啊？其实只对我敏感肌就足以证明了。况且他在学习上还是个数学高手，刚才我早就发现了。3月玩摔跤的皮肤怎么可能那么光滑？他每天都可能增添新的伤痕和淤青，即使是用遮瑕膏也难以盖住。反正他一定不是你们口中所说的女孩，所以学姐你就别跟我撒谎了。甚至一些的我让学姐满脸羞愧。喂，你可别小看了那个家伙，这么一顿操作下来，旁边偷听的3月羞
羞红了脸，他没想到我对他这么的了解。就这样，我吐槽着学姐的 WiFi 发夹好 low， 甚至差点吵了起来。30分钟后，我重新回到了体育馆，准备接受惩罚。哼，刚才被那些奇怪的家伙纠缠上了。而我在进门的那一刻，我只看见了三日月，你怎么夹紧双腿站在一脸羞涩啊？他扶着旁边的同学，让人家来为我翻译，做那种什么胜利者姿势的事情，现在三日月根本做不出来，很可能敏感肌会像之前一样触发。我靠近他身前说着，喂，你没事吧？但三日月他现在却直勾勾的看着我一动不动，满脑子里只有喜欢2个字。吃惯了女同学早已看破这一切，喜欢你就说嘛。他还没说完，忽然三日月一个锁喉，他说着总有一天自己会亲口说出来的。最后他也向我解释了自己可没有什么男性朋友啊，当然除了我。